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彻底放飞，这波操作网友全看懵了。从算你 M 到冷落章子怡，赵丽颖的真性情屡掀争议，手握3大奖却陷转型困境，时尚资源遇冷，作品反响平平。演员拼到最后是文化沉淀，她的直率与短板同样鲜明。这场口碑拉锯战是率真还是失格？作为顶流女明星，赵丽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最近的她屡屡陷入争议。5月初被曝疑是跟合作过《乔妍的心事》的导演赵德胤谈恋爱了。有狗仔拍到赵德胤连续多天进出赵丽颖的小区，还帮她带娃。不过赵丽颖一直都没有回应，直到过了一段时间，微博话题赵丽颖这算官宣恋情吗上了热搜，她才带着话题回应算你 M。算你 M 一出全网沸腾，舆论分成2波，一波认为她很真性情，一波认为言语粗俗没素质，明明有更好的话术，但她偏偏选择了最不体面的方式回怼。央视新闻发了一篇标题为“请学会表达情绪，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”的文章，疑似暗指她言语不当。而她早年多次在网上爆粗口的黑历史又被重新提及，引得人感慨这么多年了，她从来没有变过，大大损害了口碑。赵丽颖也没正面回应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当年的劈茶梗。除了算你 M 事件，和章子怡的互动展现出来的情商也看得人着急。电影《酱园弄》即将上映，一众主创都在卖力宣传。罕见在社交媒体上搞人际关系的章子怡，四处和其他演员搞互动，其中就和杨幂约好了要一起吃蛋糕。章子怡给杨幂评论后，杨幂10几分钟就回应了她，两人的语气都非常的热络。而章子怡给赵丽颖评论之后，赵丽颖迟迟不回复，急得章子怡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一连几次上线，估计一整晚都没睡好。晚上9点留言，第二天早上9点，赵丽颖才姗姗来迟不咸不淡地回复了2个表情。有人说赵丽颖不屑于上赶着巴结章子怡，真实不做作，或许她刚好在休息没看到信息也很正常。有人说她情商堪忧，没看到信息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，她没看到，她的团队不可能没看到。为啥要这么做？有人推测是赵丽颖心里有气。电影发布预告片后，她从形象到演技被吐槽了个遍，说她造型难看，气质撑不起作家的人设，画风与其他人格格不入，而且其他演员转发《酱园弄》的预告都是用个人账号，唯独她用的是工作室的账号，像是在表达不满。不管怎么说，赵丽颖的这波操作算是给电影带来了流量，至于她的表演怎样，只有电影上映了才知道。如果演得好，扭转口碑不是问题。这不是赵丽颖第一次低情商言行引发热议了。她赵小刀外号的由来就是因为经常说话让人尴尬的下不来台。娱乐圈是出了名的讲人情世故，绝大多数艺人都精通说话的艺术，能混到一线这个位置的更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人精。即便有什么不满，顶多是阴阳怪气，但是表面的和谐还是要维持的。撕破脸的另算，赵丽颖算是打破大众的刻板印象了。赵丽颖去年收获很丰厚，风光无限，金鹰视后加飞天视后加百花女配3个大奖，口碑、奖项和人气样样都有。本以为事业会上一个新阶梯，但从这段时间来看，后继发展乏力，主演的几部影视作品都反响平平。转型青衣并不顺利，时尚资源更是相当的虐，几项大奖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时尚资源的加成，而且总是频频因为造型难看上热搜，让他本就虐的时尚资源雪上加霜。粉丝替他着急，要求换造型师，要求商务帮他争取到更好的资源，怒斥工作室不作为。但是等来赵丽颖别叽歪，梦里啥都有的回怼，这种不能好好说话的态度又引发口碑危机。是拿奖后觉得自己的地位稳了所以飘了，还是本性如此释放自我？但就这几次的争议，基本上都是负面舆论居多，极大的影响到了他的口碑。
就连拿奖的来路也被质疑。演员走到最后拼的是文化，文化不是指学历，而是指文化素养和内在修养。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演员都适用。良好的沟通能力，不管是对普通人还是演员，都是一个很加分的技能。赵丽颖近期的一系列操作，让许多网友都看懵了。从昔日那个被贴上拼命三娘标签的古装女主，到如今频频打破自我设限，不断尝试风格与角色的多面转型，她的每一个新动作都像是在对大众认知发出挑战。你以为的赵丽颖，其实早就不一样了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她放飞自我的趋势也引发了广泛热议与解读。这一次，赵丽颖似乎有意在造型、作品选择、社交行为等方面集体转风。曾经以保守、低调、安全牌著称的她，现在却一改往日的稳重路线，抹胸、裸背、透视、潮酷街头、暗黑前卫等风格接连上阵，且毫无预警，频率极高，甚至有些刻意地打破以往给人留下的乖巧甜美印象。有人惊艳于她的自信与突破，也有人疑惑于这些突变的动机。赵丽颖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是自我觉醒后的主导发声，还是团队策略下的流量实验？不仅在造型方面大胆突破，赵丽颖的作品风格也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向。在人间中挑战精神障碍题材的深层人物，酱园弄中携手章子怡走入现实主义悬疑题材，而在即将开机的新剧中，又传出将首次尝试都市黑色幽默喜剧类型，这些都与她早期以仙侠女主傻白甜逆袭角色路线大相径庭。可以说，赵丽颖正在主动切断安全区，走上一条全新的、不确定但充满可能性的演员之路。然而，转型之路注定伴随争议。当赵丽颖身穿4万元定制长裙被披向浴袍，当她在红毯上的床单风造型被质疑不合身、不庄重时，网络上的讨论便不再只聚焦在作品上，而是更多围绕她到底适不适合这种风格，她是不是迷失了自我展开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这种看不懂恰恰是赵丽颖对固有标签的抗争。观众已经太习惯了一个可控温顺不犯错的赵丽颖，而一旦她选择走出那个舒适框架，所有人便像被打破滤镜般的不知所措。但如果我们回看她10多年的演艺之路，会发现她其实从来不是一个只会顺从的演员。从最初无人问津的小角色，到陆贞传奇花千骨带来的国民关注，再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奠定实力派地位，再到如今挑战在人间酱园弄等高难度心理与现实题材，赵丽颖一直在逆风而行。在这个看脸的娱乐圈，她用一次次转型证明自己不是偶像，而是实打实的演员。而对于她频频放飞的行为，也许我们不应急于贴标签或下定论。在这个流量更迭极快、审美趋同的时代，一位演员愿意主动走出舒适区，尝试风格多元化、作品深度化，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自我表达。赵丽颖选择了与年龄、定位、市场趋势背道而驰的去迎合化转型，这种行为或许短期内无法迎合所有人，但却为她的演艺道路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度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在大众认知之外展现出的坚韧。她不善言辞，少有炒作，却能在重要场合的访谈中自信表达创作理念。他不争头条，却屡屡因为作品演技强行霸榜。他即便面对批评、误解，也鲜少公开回应，而是始终让角色说话。这种克制与专注，让他在喧嚣浮躁的圈层中格外独特。他也许不是最张扬的那一个，却往往是最耐看的那个。如今的赵丽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保护好的小花，而是一个能够为自己作品、形象、言行负责的独立艺人。她的放飞不一定意味着迷失，也可能是一种成熟后对自我的全新演绎。而这才是一个演员真正值得被期待的地方。在众多女明星拼少女感、拼流量滤镜的同时，赵丽颖正以她的反其道而行之，从另一个维度打开了自己新的成长曲线。不再惧怕老去，不再直
王一博新歌火了，温柔嗓音加文旅大片 ，Z 世代的浪漫拉满格。水灵灵的王一博，人不在国内，却好消息一波接一波的来。当学习强国突然甩出《王炸》主题曲，全网都以为又是一首老干部专属的红歌，没想到王一博用一记重锤直接砸穿刻板印象。不愧是上交给国家的男人，前有青春探路者，后有愿爱，我们被这个男人给稳稳的拿捏，这才是 Z 世代偶像该有的样子，带你青春勃发，也能带你领略大好河山，更可以带你看遍世界。全平台上线的愿爱，当日播放量就冲上音乐平台热搜榜前3。王一博愿爱声线好温柔，阅读量破亿，瞬间各大文旅倾巢出动，纷纷用上了王一博这首新歌。沿着边境看中国，我们的大好河山就这么随着音乐娓娓展开。这首歌在网络视听盛典中就呈现过，王一博同一群少年一同为我们演绎过，磁性柔和的声线温暖着每一个聆听者。原以为这不过是一首普通的融媒体主题曲，却在第一句愿爱，爱就是家乡，就是信仰出口时，把人拽进了另一个世界。他的声线像被雪山融水洗过的玉，清透的能看见底，却又裹着层暖融融的蜜，磁性的让人挪不开耳。你以为他在唱把这张全家福装进新的相框，可下一秒，那抹温柔突然拔高，成了万里晴光里万家灯火同的滚烫，像站在海拔5000米的哨岗上，望着界碑旁盛开的格桑花，喉间涌上来的那股热意。这哪是传统印象里红歌的刻板模样？没有刻意激昂的口号，没有用力过猛的宏大叙事，王一博用最贴近年轻人审美的方式，把爱唱得具体又鲜活。突然懂了什么叫红歌的新时代表达。它从来不是老辈人口中的红歌2字能框住的，而是需要有人用真诚的声音，把家国这个宏大的词拆解成万家灯火。王一博的厉害之处正在于此，他用歌手的专业素养，把地理意义上的边境线唱成了情感意义上的同心圆。青春探路者为考生加油，给青年人鼓励，而如今的愿爱就是带你走出去，看看不一样的大好河山。你说说，王一博卡在时代节点的 Z 时代，真是映控着我们的生活，真是处处皆是你，美好的形容词。我们的国草开花飘香，人人都爱，忙着去开拓自己的户外探索，还不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新鲜有营养的物料，传递着有价值有意义的讯息，真是好样的。这2天的王一博，真是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新鲜。HH 代言直接引爆户外圈，王一博把热爱刻进了骨子里，谁的身上能够拿下10个服饰类品牌，王一博真是贵不可言。王一博的新歌一经发布，便在网络上掀起一股浪潮。从旋律到歌词，从嗓音到画面，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曲，更像是一场关于青春、梦想与文化自信的浪漫旅程。尤其是歌曲与文旅宣传片的高度融合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体验，让人感受到 Z 世代独特的浪漫表达方式。这首歌不仅唱出了王一博内心柔软的一面，也展现出他作为当代青年代表的责任感与文化担当。歌曲的旋律柔和细腻，却又不失张力，仿佛是一股温柔却坚定的力量缓缓流淌。王一博的嗓音本就带有独特的磁性，这次的演绎中，他将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不刻意煽情，却句句动人。他并不依赖技巧的堆砌，而是通过真诚的情感传达，将听众带入歌词构建的意境中。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柔，正是当代年轻人所渴望的精神共鸣。而歌曲与文旅宣传片的结合，更是一大亮点。画面中展现的不只是自然风光和城市魅力，而是以一种诗意的视角，描绘了年轻人在现代都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穿梭与融合。从高山草原到老街古巷，从晨光中的奔跑到夜色下的凝视，王一博就像是穿越时空的使者，用脚步丈量土地，用目光记录历史，用声音唤醒记忆。整支宣传片极具视觉冲击力，每一帧都美得像一幅画，
同时又饱含深意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在片中的表现，他不再只是那个光鲜亮丽的偶像，而是一个真实、鲜活、充满情感的讲述者。他用眼神与镜头对话，用动作与观众交流，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意境与画面完美融合。无论是他在田野中奔跑的身影，还是在古巷中驻足凝思的神情，都传达出一种来自内心的自由与坚定。这种自由不是肆意妄为，而是勇敢地做自己。这种坚定不是盲目执着，而是有信念、有方向、有底气的前行。Z 世代的浪漫是什么？是拒绝标签的自我表达，是对生活质感的极致追求，是在快节奏中坚持细腻情感，是在多元中坚定文化认同。王一博正是用这首歌，将这些特质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。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喊口号，却用最自然的方式，讲述了 Z 世代对家乡、对生活、对梦想的那份温柔而坚定的热爱。这首歌就像是这个时代的一首青春情书，写给所有正在努力奔跑的年轻人。当然，王一博选择与文旅宣传深度合作，也绝非偶然。从近年来他的作品与动向来看，他始终在尝试突破偶像的固有框架，将个人影响力融入更广泛的文化推广与社会价值传递之中。无论是谍战剧中的硬湖担当，还是赛车赛场上的专业身影，亦或是代言高端品牌时的先锋风格，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拓展偶像的定义。而此次通过音乐和文旅的结合，不仅提升了歌曲的文化层次，也为文旅宣传注入了新的情感与温度。这也让人不禁思考，在当今娱乐环境中，偶像的力量究竟应该被如何运用？是继续在流量的浪潮中逐水而行，还是主动跳出舒适圈，用作品与行动诠释更深层的价值？王一博给出了他的答案，他不是在唱歌或者代言，他是在表达，在传达，在创造与这个时代的共鸣。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认知与执行力，让他在激烈的娱乐圈中始终保持强劲的存在感，并不断获得来自不同年龄层、不同圈层的观众认可。从粉丝的角度来说，这首歌无疑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情感馈赠。很多网友留言说，听完这首歌，想回家了。王一博太懂我们了，他总是能用最不张扬的方式，安慰最不安的心。这样的共鸣是偶像最宝贵的价值。它不止于颜值和才艺的喜爱，而是在灵魂层面上的情感连接。这种连接越真实、越深刻，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就越长久、越健康。而对行业来说，王一博这次以音乐加文旅的形式破圈，也是一次值得关注的创新尝试。它不仅展示了艺人多维度发展的可能性，也为文旅宣传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路。在传播方式多元化的当下，如何让文化产品真正出圈，不仅靠内容本身的质量，更离不开具备影响力的传播者。王一博恰恰成为了那个连接大众与文化的桥梁。他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数据上，更体现在他能让人愿意看、愿意听、愿意走进的真实吸引力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歌和文旅大片并非单向灌输式的宣传，而是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，让受众在欣赏中自然而然地被感染、被打动。这种传播方式不仅更具渗透力，也更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文化、情感、家园的共鸣。而王一博作为引领者，用行动诠释了偶像的责任感与时代青年的使命感，这是他最打动人的地方。最后，也想对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说，王一博的作品之所以动人，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和名气，而是因为他用行动告诉我们，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坚持自我，热爱生活，珍惜文化，都是一条通往心安的路。在这个容易焦虑与迷茫的时代，他用一首歌、一组画面，给了我们片刻的安宁与思考，也让我们相信，真正的浪漫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闪闪发光。所以，请继续关注这位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吧。未来的某个日子里，
或许他还会带来更多温柔而有力的作品，继续为我们点亮那一束束心中的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